之前也有聊到过啊，蝙蝠侠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超级英雄。这个频道也陆续分享过不同的蝙蝠侠的形象，电影中的、游戏中的，包括于漫画中的不同造型。当然无一例外都是正面的形象。不过在不同的宇宙中，或多或少会有那么几个误入歧途的蝙蝠侠，变成了一个投身于黑暗的反派。乐子是小，情怀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毛牌奇。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由E.R 出品的《红死魔》。整体包装和之前我们玩过的E.R的小比例产品一样，都是2层牛皮纸包裹的比较严实啊。但这次产品的峰会呢，我个人觉得要比之前的风格上有了一些不同这次会更加明确，带有着红色闪电以及类似于黑色蝙蝠的一个造型，张力比较强，四周也都围绕着相关的 logo。内部这个吸塑要比我想象中大一些啊，因为它好像带有一个比较夸张的特效地台。拿出这个主体，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和我固有的印象中类似于闪电侠或者其他超级英雄皮套一样的战服并不相同。这款产品的造型呢，呈现出一个半机械的状态。这个与原色相比的话更加夸张，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感受。线条更加丰富，更加修长。全高的话是在17厘米左右。身材部分是很夸张的，尤其这个腰身部分啊，有一个媲美艾娃的性感腰条，很夸张，很矫健的。然后在细节上呢，主要是2种红色进行搭配，在底端的类似于正常闪电侠战服的那种深红色，外表部分呢又似乎被一种金属的亮红色所覆盖。2种颜色交替之间能看到类似于肌肉的夸张线条，还有呢就是一些机械的细节藏在其中。这个在后背处去看的话更加明显啊，就这种银色的有点类似于汽车的那种感觉啊。这个细节，故事里这个蝙蝠侠夺取神速力的时候是把闪电侠绑在了他那个特制的车上嘛，扯碎又进行了融合啊，或许把这个机械的一些设定加入到了这个外观的造型中，看上去的话效果确实更加丰富。不仅仅是这些类似于金属的细节啊，全身上下的这个线条也做了向外的延伸，或者说是夸张化处理。比如说它这个头部要比正常原本的那个造型更加尖锐了一些，肩膀部分原本就有的一些凸起，在这个基础上也做了额外的延伸。前胸闪电侠和蝙蝠侠相融合的这个 logo 会分成2部分，后方这个蝙蝠呢更贴合胸部，变成一个有点抽象化的形态。闪电的部分也做了悬空的一个设计。这一系列的尖精度还是比较高的，都是用了软胶材质，所以把玩来讲话不用担心它折断。现在这种软胶的精度和以前确实是不一样了啊，在这种小一点的产品上也能做到这样精细。整体的外观表现呢，还是和以往 E.R 这种偏小一点的产品一样啊，细节部分我个人觉得刻画的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是整个产品这个可动部分的表现，先看头部，比我预想的这个俯仰角度都要更大。然后肩膀部分平举可以达到90度，肩胛呢是活动设计，提供一定的避让。前胸2侧这2块啊，也会跟随有个小幅度的移动。曲肘这个部分就不用多说啊，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腰部的话，因为本身的结构比较夸张啊，这里腹部是采用了一个整体的零件，主要的可动呢是集中在胸腰连接这个位置啊，双端的关节，可动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裆部这个三角形也都是一个软胶材质，转的时候可以提供避让的空间，但是要小心不要把这个整个腰部从里面拽出来。借助腿部的话，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空间啊。这一次在腿的部分是做了更大幅度的一个设计，大腿根部具备一个下拉关节，可以实现一个1字马的造型啊，甚至是把腿部和头部折到一起。屈膝这个部分
也是完全可以把小腿和大腿闭合。另外呢，在小腿这里还有一个小幅度的可动，可以进一步的做出夸张的腿部造型。脚踝部分紧实度还是不错的，前脚掌上下也有移动空间。整体可动的话，上身部分可以说是中规中矩，但是在腿的这部分会有更大的加持啊，所以说摆一些很夸张的动作，奔跑啊，包括跪姿、坐姿啊，这都是不在话下的。然后就是其他配件部分啊，整体不算多，但是还是有一些有趣的设计的啊。咱先看手型，额外附带6枚啊，有这个闪电侠很标准的奔跑的开掌造型。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五指张开的形象的。精度很高，而且也是采用了软胶材质，所以你在玩的时候不用担心折断。特效键的部分，首先是连接在后背的这一大块啊，相当于它在奔跑时身后的一个拖影，红色的透明键啊，颜色呢是有一定过渡的，也能看到拉扯拉伸的这个尾端啊，隐约的有蝙蝠的造型。安插好之后，我个人觉得这个过渡还是比较自然的。然后呢，你卸掉左臂的话，也有一个弧状的透明替换手臂，整个一条手臂都用了一个红色的透明键，后端拉伸出来这个大的弧状，颜色会更加深红。尾端也能看到拖出的这个神速力蝙蝠。这里在连接的时候，这个装位没有很长啊，所以一定要插紧，小心这个配件掉落。就是这个产品地台的部分啊。台面部分还是和之前一样的透明设计啊，但是上方会加入了一圈类似于这个神速力展开或者说奔跑带起来的那种特效。除了底端一些碎石以外，螺旋形的类似于手臂特效键一样的红色起伏，颜色会有个明暗的过渡。尾端呢，同样能看到蝙蝠的造型，也会给到一个4段折叠的支架。可以去搭配一个腾空而起或者是奔跑的造型。一个短暂的开箱体验啊，我个人觉得红死魔原本的设计就是比较疯狂的啊，是很大胆的。这款产品在呈现上呢，同样没有做那种比较简单的设计，而把整个造型呢做得更加复杂，更加的夸张。与其说是战服，更接近于一套复杂的战甲或者说铠甲。一些机械的细节也让整个观感上更多了一些科技感，机甲风格的这种造型，相比的话会有一个不同的体验。这个我个人来讲是比较喜欢的。然后呢，就是它整体的配件上，其实就是这个特效键的搭配，我觉得玩法是比较丰富，摆出一个半腾空或者说漂浮的那种造型，也是不错的一个展示效果，呈现出来一个更加夸张的场景。后续的话，其实更加期待同系列的其他蝙蝠侠啊，比如说狂笑之斧，比如说什么破晓鬼灯啊，那几个形形色色的啊，还有什么那个蹂躏者啊，那个造型更加夸张一些，也很期待他们最终这个产品会呈现出来怎样造型啊，到时候摆到一起的话，肯定很帅气啊。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朋友们记得1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